你好，我是木鱼。我是一位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提升自我觉察力，发现更真实的自我表达，以及在现实世界更好的实现自我的成长教练。我同时也会做一些冥想的引导。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欢迎私信联系我，和我做更深入的连接。好，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你的钱？OK。然后我们来选4组。其实关于金钱这个东西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我的理解啊，本质上它其实就是一种资源的交换。那现在有很多人呢，对于自己有很多的物化，或者说在金钱方面有很多的不配得感。那这种不配得感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问题。有些东西它卡住你，它不一定就是那个方面的东西，就是说可能卡住你钱的不一定是你的事业，说不定是你的关系啊，这些都有可能。好，那么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第四组，现在深吸一口气，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选择其中一组。我们先来看第一组的朋友，是什么东西卡住了你的钱？星币2，宝剑8，死神。OK， 一种比较物质性的交换，一种比较死板的交换，就像说你把你自己的各个部位都明码标价，然后让别人来选择，这样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卡住了你，并且这里面是有一种不能由我自己来定规则，然后呢或者说自己没有这样的底气去制定我该得到多少的这样的规则。影视，我心里是有很多的渴望，但是呢我没有那个勇气去把它展露出来，这是一个比较内耗的状态啊。一方面呢又觉得自己不配，一方面呢又是自己造成自己这样的，是我先把我自己的各个部分拆开，然后呢标好了价格，是我让别人来选择，而我给我自己的标的价，首先它是不符合我内心的期待的，另外一方面是作为人来说，你的技能、你的价值本身其实不太应该是这样分割式的标价，而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它其实更多它会存在一种天然的流动性，而当你把这个流动性给阻隔掉了之后，它的价值呈现，就是别人所能看到的，其实就变少了，它的可能性也变少了。然后后面到死神、风水、正义，就是属于一种认栽了，就是我不想要再去反抗，就让这样的评价来定我吧。就是那种我虽然很不满意，但是呢我就认命了，
是这样的一种认命，把自己的钱卡住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样的建议呢？7，一个字是要冲。首先你得松动自己对自己的定位。如果我现在已经是在这个行业里做了蛮长一段时间，然后一直感觉自己没有匹配上我想要的那个价值，那我是不是应该首先去问一问自己，我给我自己的定位是否是准确的？战车是一张很冲的牌，它是代表太阳的一张牌。你是否有这个勇气先打破我对我自己的认知？当你先有这个勇气踏出把自己对自己的认知，就比如说我认为我是一个温柔的人，我认为我是一个做事很有效率的人，或者我有一些拖延的人，那这一些词，这一些标签，它是否就完全是你固定的性格，还是说它是由一些你过去的一些限制把你圈成了这个样子，而你本身其实还可以有更多。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人拖延，他实际上是害怕当他全力以赴之后，当他按时去完成之后，那个结果并不能达到他对自己的期待，而为了不让自己去面对我所能造就的现实到底能不能够达到我的期待，他就会避免去实现这件事儿。但是现实情况是什么呢？现实情况是，只有你先去尝试，只有你先去尽力的去够到你的那个期待，然后用现实的结果来重新评估你从前的期待是否合理，以及你的能力到底在哪个地方，以及你在什么地方还可以改进。当你有了这样的个现实的衡量之后，你才会对自己的价值有更准确的判断。不仅仅是你对你自己的，包括你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不管说是市场，还是说是在竞争中，它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这里看到的是，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把自己放的比你可能有的那个位置要低。对，好，那这一组大概就是这样，突破自己对自己的认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组的朋友，是什么卡住了你的钱？世界，感觉第二组跟第一组好像有一点相似。大致情况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憋屈的状态啊，就是也是把自己就是框在了一个框框里啊，然后不太就是在这个框框里呢，你自己很焦虑，然后你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然后你很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是什么样子的，你会想象很多别人对你的评价，然后呢，在这样的想象中，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这个定位就非常的不稳定，比较依赖外界的评价来给你定性这个是有点卡住你的钱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还有感觉你现在在你个人的技能上，就或者说你自己的领域上面达到了
某一个瓶颈。对，就它不仅仅是你主观上认为自己不配，在客观上它也体现出你会有一些还需要精进的地方你没有看到的，需要有扎实的继续的对于你自己技能的一些训练，还有积累。就是如果说你还想要再往前一步的话，你必须要提升你自己。对，就是很现实的提升你自己，这样才有可能突破你现在的这个在钱上面的卡点，就自己的这个能力有一些局限了。然后呢就是说的要比做的强。对，就是你口上啊，也不能说是眼高手低哈，就是你口中给别人的承诺，往往比你实际做出来的东西要更好一点。这样呢，就会让人觉得你不是那么的靠谱啊。这个我觉得你也需要稍微协调一下，就是你是否是言行是稍微比较一致的。这个我觉得也存在，就是你对你自己的认知的问题。就你一方面很担心别人给你的评价，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好像习惯于去假装你是可以胜任的，你不承认自己有一些做不到的地方啊，有点逞强，有点喜欢装逼啊。对，那我们来看一下建议是什么。星币皇后，这个其实很明显，一个字吧，两个字吧，努力，或者是另外两个字，积累。一个是耐心，一个是看准目标，然后要踏实的去累积你自己的东西，然后让别人很实实在在看到你的这个效率。就是你要像这个摩羯去，因为星币皇后就是摩羯，你向摩羯学习啊。你可以说是功利化，但是呢，同时它也是很现实的，就是说我有什么我给什么，我有什么目标我一步一步的走。而这一组的朋友，你看起来没有那么的踏实，你没有那么的能够沉得住气，或者说你现在呢暂时没有发觉自己的这个框框，自己的这个瓶颈把自己卡在了哪个地方，而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在你已有的技能上，你要继续加大量的去练习，加大时间的投入和精力的投入，去提升自我。这样你才能够达到你嘴上跟别人说的那一个价值，以及让别人来认同。就是这一组的朋友没什么好多说的，不是非常的踏实。然后呢，因为担心，所以说呢会逞强，但是逞强恰好又把你的价值拉低了，也让你失焦了，没有聚焦在提升自己身上，而是聚焦在怎么包装自己身上。那这个从结果上来看，最终别人都是会发现你究竟怎么样的，因为价值与价值的交换，最后看的都是很实在的东西啊，而不仅仅是你嘴上说的。一开始可能可以蒙混过关，但是就是结算到你最终能得到的东西上，那它一定和你真正做到什么是相关的，好吗？这里再插一句，如果说你做的是和交流、说话和口头表达相关的呢，那么你也需要更有条理，然后更接地气的去说，不要太过于浮夸，稍微
自我收敛一点，让别人感觉到你是可靠的，然后多摆一些事实，摆一些物质方面的东西出来，让别人能够更加的信任你。好，那大概就是这样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第3组的朋友。是什么卡住了你的钱？星星、星币7、戒指。首先是，我觉得对于期待这件事情不是非常的合理，就是你有一些过高的期待。对，魔术师，我会感觉到就是可能别人或者外界给了你一些很好的承诺，以至于你对于这个别人来认可你价值的这个期待变得有些高，但实际上呢，不太符合你现在的现状。你很依赖外界来给你赋予更高的东西，而你自己的话其实没有那么的高。我觉得这里存在一个就是别人怎么看我和我怎么看我自己之间它有一定的差距啊。而这个呢，它会导致一个情况，到后面这个你会为了自己的这个欲望，然后去进行一些欺瞒的动作，或者说会有一些为了要获取别人的认可，而不惜去牺牲一些别的东西来达成这样的一个交易。我觉得这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情况啊。你以为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暗地的某一些动作，然后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实际上它是有一些错位的。就是首先对方他或者说外界他并没有那么的在意你。其次是因为你很想要获得，或者说因为你的期待很高，你会付出比这个价值还要更多的东西，所以最后其实还是你亏。对，而这个就是你最后可能就会发现非常的不值得。我觉得这个应该是现在卡住你钱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建议。又是一个7，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可能需要清高一点。这个清高不是说我不屑于对方怎么看我，而是我先专注于我怎么看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的价值判断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认为我值什么东西？这个你现在还没有非常的清楚。而如果这个你自己还不清楚的话，别人是可以随便来标价的，对吧？因为你自己心里没有一杆秤。当你没有这样的一杆秤的时候，你就只能依赖别人的秤来称。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际上你最深处的自己是清楚的。那当你得到不合理的待遇的时候，你最深处的自己会感到委屈，然后你会觉得不值得。所以，首先你要校准，你觉得自己，应得多少，这个必须要先清楚，而不是看别人来说。然后其次是一种周旋，就是说，我是觉得你现在这个处境下，在金钱这一块里面，它存在一些
隐瞒的情况，不管说是对方还是你。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校准自己，其次你得周旋一下，就不是说一下子就把话说明白，而是需要稍微用一些技巧去把这个事儿搞明白，就是说这里面隐藏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真相到底是什么，然后呢稍微的去抽离一下，稍微的去表现出我没有那么的在乎，然后就是在这样的推拉的过程中，先把事情搞明白，包括关于自己的以及关于别人的，搞明白了之后，然后我们再去商量，再去探讨，就是这个东西，跟钱相关的，它应该要怎么去定论，好吗？你现在身上是没有什么很好的筹码的。或者说你有一点被蒙在鼓里，那这种情况下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个是先，如果你不想让局面很难看，一个就是先拖着，在这个拖着的条件里面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搞清自己到底在这里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当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你就相当于有了一个anchor， 有了一个锚在你的心中，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锚呢，你再去跟别人不管怎么做，你都会更加的有底气，并且你也更有那个能量和可能性让别人来围着你转。只有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整个这种关于价值的东西，它才能够更好的流动起来，或者说上浮啊，就是你的这个部分它才能够浮起来。好，那大概就是这样了。我们来看一下第4组的朋友，有什么卡住了你的钱？感觉这3组其实至少前3组都挺像的，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结算，空间的移动，新的事情开始。什么卡住你了钱？审判它表现出是一种类似于你刚刚完成一个什么东西啊，刚刚结束一个什么，然后呢要开始进行结算了，或者说呢你在一个范围内的区域里面啊来回跑动，去完成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或者计划呀。然后后面呢它是命运之轮，它是一种比较大的空间上面的移动，或者说是比较大的调整。我觉得这里面是某一种安全感的问题，就是这一组的朋友，你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是待了蛮久了，或者说你习惯于在某一个区域内去做事儿，而现在卡住你的这一个东西，正好就是你的这一个空间范围。我觉得范围还不够大，是因为范围还不够大，想的还不够多，可能性还没有完全的体现出来，导致你现阶段就是处在一个钱被卡住的情况里面。吊人会鼓励你去更多的开发你的灵感，就是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很散漫的一些看似很没有逻辑很唐突的一些想法和灵感，
而因为你限于自己现在的这个做事范围，不管是空间的范围还是领域上的范围，你不太敢去把你的一些更大的想法去把它实现出来。但是塔罗牌在这里呈现的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更高的一个整合去突破你的现状。其实我觉得这一组朋友的现状也不差，但是呢，你们是有更大的野心的。对，我觉得你们想要撬动更大的盘子或者说蛋糕，而这个东西呢，它需要你去把你的一些你自己可能也不太看得上，或者说不符合你一般做事规律的那一些想法、计划和灵感，整合到你已有的现在的这个规则里面来。而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要突破你现在的秩序。当你真的突破了之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突破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和一个阶段的痛苦。但当你突破了这个痛苦之后，你就会看到更广阔的一个空间，更广阔的一个田野。而在这个田野上，你就会有更大的作为。那当务之急呢，就是你需要拿出这样的一个勇气，或者说腾出一定的空间，去探索你未知的那个部分。对，就是不符合你原有规则的那个部分。不要小看他们，也不要低估他们，他们可能就是你突破你现在这个卡点的源泉。总之呢，我觉得这一组的朋友，你可以尝试往更高的方向去走，就是说，往更抽象的方向，更学术的方向，更专业的方向，这样的一个方向，而不是仅仅陷在一个比较琐碎、比较固定、比较重复性的这样的工作。对，可以往更大的东西去尝试整合，尝试去探索一下。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这个时候了吧。好，那就这样。